阮明宇说他11点多到的这里，所以凶手要在阮明宇到达之前杀掉胡杰，并处理掉现场。撕破颈动脉会在现场留下大量的血迹，凶手想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清理现场，一定会用到漂白水或者清洁剂。那阮明宇到这里来的时候，一定会闻到很浓的血腥味，或者清洁剂的味道。但审讯中，他并没有说出任何异常。你怀疑阮明宇说谎？团队，齐主任，胡杰死的那天晚上，这儿停水了。19点到次日凌晨3点。如果那天这个时间停水的话，这么多血迹，他怎么处理啊？按照胡杰的死亡时间线来看，当时这里正在停水，凶手根本没有条件清理现场的血迹。如果他没有清理现场，那阮明宇到这里来的时候，就一定会发现异常。而如果阮明宇没有发现异常，唯一的解释就是，阮明宇到这里来的时候，这里还没有成为凶案现场。小宋，去看一下其他屋里的生物。好。水是清的。胡杰家另外2个水龙头的水都是浊的，应该是停水之后没有人使用过。我们从一开始就被误导了。我怀疑，胡杰的尸体根本没有在这里出现过。凶手在别处杀了胡杰后，把这里伪造成第1现场。只是时间不是阮明宇来之前，而是阮明宇离开之后。准确的说，是这里恢复供水。所以那个水管喷出来的都是清水。那凶手为什么要将胡杰的尸体扔进垃圾桶里？这样岂不是很容易被发现吗？凶手把胡杰的脸给砸烂，把他的指纹给破坏掉，但是唯独可以证明他身份的刺青，他却没有毁掉。他就是要让我们找到死者是胡杰，从而把我们带到这个他伪造的第1现场来。那真正的第1现场在哪儿？我想审陈楚川。这不符合规定。你和陈楚川是朋友，再加上你又是他不在场的证人。但如果你有一个足够说服我的理由，我可以去跟白局申请。我怀疑陈楚川的诊所才是第1案发现场。让齐思哲一个人去审，不符合规定。如果不让陈楚川放下戒备的话，很难撬开他的嘴。齐思哲是最有可能让他开口的人。但你全程要盯紧了，有任何情况及时向我汇报。是。你是来看我的还是审我的？14年前，樊降雪不是胡杰杀的吧？刚才你的2位同事已经审过我了，我也有很多的疑问，我也需要一个答案，需要一个真相，你明白吗？樊降雪的死是个意外。对不起啊，对不起。你们找到当年案件的线索了吗？我是说，那个伤口是个意外。师兄，你还记得当年我们在酒吧，我救过一个人的命吗？其实那个时候，你更有机会用环甲膜穿刺术救他的。他怎么了？他应该是急性过敏。石哥。你把住他，我来。
太久了，我不记得了。那我来帮你回忆。樊绛雪和胡杰的致命伤，伤口乍看相似，但其实凶手的手法完全不同。凶手在杀死胡杰的时候，没有丝毫的犹豫，像是带着恨意，直接刺破了颈动脉。而樊绛雪，她的伤口是在颈动脉和喉咙之间，这个位置，你跟我都很清楚，正是环甲膜穿刺术的施救位置。只不过，因为失手，刺破了颈动脉，导致了大出血。然后呢？胡杰死的那天晚上，你是我不在场的证人，对吧？我只能证明当时你不在胡杰家，但我证明不了你没杀人。当时，胡杰的尸体就在你的诊所吗？我去个洗手间。哎，那个里边马桶坏了，你到外面那个去上吧。好。当时那间洗手间里，就是胡杰的尸体吗？你没料到我会来，但同时，我的到来正好给你制造了一个完美的不在场证明。你只需要证明胡杰不是死在你的诊所里，那么他的死就跟你无关了。我离开之后，你处理掉胡杰的尸体，毁掉了脸和指纹，把他丢弃在了垃圾桶里。然后，你到了胡杰的家里，伪造了现场。我说的对吗，师哥？这么多年，我第一次看见你推理办案的样子，真不错。还记得上学的时候，李明说过咱们俩吗？说我选择当心理医生，看一个病人需要大半年的时间，也未必能看好。而你选择当法医，真的能救人吗？更多的时候是要面对那些冰冷的尸体吧。你想说什么？你的推理非常的精彩，但是办案要讲究证据的，对吗？有没有发现？没有。朱队，诊所的每个角落，我们都做了卢米诺的检测，没有任何的血迹反应。恐怕这里也不是第一案发现场。啊。还有23分钟，12小时问询时间就要结束了。宋维明呢？宋维明也跟你没有关系吗？
如果在你心里头已经认定是我杀了胡杰的话，你觉得我今天坐在这儿跟你讲的话都是真话？你只需要回答我的问题：宋维民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我记得我们曾经聊过，心理疾病和你学的外科法医专业不同。这些病人啊，他们在发病的时候，编造出欺骗大脑的谎言，对于他们来说就是最真实的感受。宋为民看到他女儿的幻想，所以在他心里，他认为他女儿还活着，这就是他活下去的希望。你也一样，于飞死了之后，你一直认为在车祸现场还有另外一个人存在，所以你要不断的调查，不断的相信原作案还没有结束，你才能像抓着一棵浮木一样的活下去。在这点上，你不觉得你和宋为民是一样的吗？你不要跟我提小飞。如果你没有在你的想象当中认定有另外一个人存在，你也不相信那是真相的吗？你怎么说服自己在痛苦的复健当中活下来？祁警官，如果你口中的这个新型药物可以让你看见于飞的话，你觉得你能抵挡住这个诱惑吗？所以，你知道新型药物会让人产生幻觉。和你一样，我也是猜测而已。陈楚川，宋为民的药就是你给的。你有证据吗？陈楚川，你可以走了。王警官，这是我办公室，来。您的意思是说，有人私自拿走了乙醚和西地兰，并且偷偷的修改了电脑上的记录？不排除这个可能。根据排班表显示，你这个月上4天夜班，进过2次库房拿药。啊，是，但我拿的都是些常用药，没有开过阴凉柜，监控可以证明。哎，这表上的所有人都在这儿了吗？只有崔浩不在，他这天请假，但是他今天晚上晚班，我已经通知他早点过来了。你知道我为什么吃坚果吗？其实我不喜欢吃坚果，每一种都不喜欢。小飞他喜欢吃葡萄干，小时候因为把一整包都打开，只吃葡萄干而挨骂，后来就学葱郁。他让你吃坚果，他还自己吃葡萄干。我一直以为是我在帮他吃他不喜欢吃的坚果，后来他走了以后，我才发现，是他在帮我吃我更不喜欢吃的葡萄干。很多事情都有不同的角度，
你没看到结果之前，真相是什么都不知道。陈楚川说那句话，就是想影响你。他搞心理学的，心理战这套，比我们都厉害。贾同志，这事跟我没关系，你们再好好查查，真的，真跟我没关系，别冤枉的，真跟我没关系，这事。跟你没关系。药品清单上几款对不上的药，涉嫌好几起杀人案，有没有关系？跟我回局里再说。啊！还说跟你没关系，啊？这回关系跟你大了去了。想到没有？袭警。行，都走。走。螯合剂。啊？我知道为什么没有卢米诺反应。啊？螯合剂是一种可以和金属离子形成稳定复合物的化学物质，一般会出现在清洁剂当中。在工业清洁当中，常常用来除去设备和管道当中的金属沉积物和污垢。高远，崔主任，我问你，卢米诺试验的原理是什么？卢米诺实验，人体血液当中含有2价的铁离子，而卢米诺溶液当中含有过氧化氢，二者结合之后会发生反应，从而形成水以及单氧，而单氧又会去氧化卢米诺，从而使其发光。这就是卢米诺实验的原理。是这样。能不能简单点？那如果说血液当中的铁离子没有被催化，而是被螯合掉了呢？如果铁离子被螯合掉，就不会催化过氧化氢，也就不会发生反应，那卢米诺就不会发光了。能不能不要说那么多专业术语，简单点？有一种溶液，它可以跟铁离子发生反应，阻止铁离子参与别的反应，所以无论我们怎么去实验，卢米诺都不会发光。所以说，如果我们检测出这种螯合剂的残留痕迹，那我们就可以证明胡杰的第一死亡现场就是在诊所。是，他们是找我了，但是我什么都没有说。明白。齐主任，韩队，你们看，这儿也有。还有这儿，小宋，立刻抓捕陈楚川。瞅见没有？我说啥来着？叔，大半夜不睡觉，等啥呢？在这等你呢，祖宗。
我一猜你就要整这出。人白天刚给咱把封条贴上，咋的？你又要撕啊？我就是要把封条撕了，不撕咋挣钱？咋开工？银行利息贷款咋还？你别管我咋还，反正封条你不能撕。我告诉你，你要再敢撕封条，警察把你抓进去。警察？那你让警察把我抓进去？这生活都过成这样了，怕啥呀？你把我抓进去，省事儿了。我想我爹，我见他。行，你别给我整这出。行了，你们都散了吧，今天不干活了。超儿，刚才你叔跟你说那些，你往心里去点，你琢磨琢磨啊。是。你们俩是长辈，你们俩大人，我小孩儿，听你们的。回去睡觉。赶紧回去吧。叔啊，陈奎他们今天所有人的工资我没发呢，你帮我把工资发了。辉哥。这情况你也看着了，钱我是给不了了，管我叔要吧。哎，小万总，管我叔要。万总，那大家伙的工钱，你给结一下呗。对呀，我们工钱结一下呗。那就让我们开工，要不然你给结钱。小万总说了，开工就有钱了。开工不是你挣，行不行？万总，行，你们爱咋地咋地吧。走，开工了，就开工了。你跟着一块下去吧。哎，别动！躲开！你给我照着点。哎，好。快走！后面跟着。快点！看住了啊！哎。你滋儿啥呢？你滋儿啊！你赶紧把这封条给我原样贴好了。我真管不了你，爱谁谁吧。3年了，都是给江永的小崽子忙活。万超不是在偷菜吗？他要是捅出个狂蛋来，我看江源还怎么发牌。这是要出人命的。人命出的还少吗？我就是把矿毁了，也不能让他落到江源那小崽子手里。你是不是疯了？你知道这么做意味着什么吗？咋的？脑子不清醒了？这是我这辈子最清醒的时候。小荣，咱这么做代价太大。是，我知道啊。你想阻止这个矿山发牌，你不想让这个矿落到江源那个小兔崽子手里，这些我都知道。方法有很多啊。不是只有这一条路啊！咱要真这么做了，后果很严重的。哎，到时候老师会怎么想？咋的？咱还能跟老师决裂？这么多年，咱都听老师的吧？老师让咱干嘛就干嘛。天龙集团发展到今天这一步，没老师行吗？你现在要吃有吃，要喝有喝，不挺好的吗？是。这3年，老师带着那个江源谋划矿的事儿啊，这那的，没带咱。我想啊，老师肯定有他的道理。3年，老师谋划了3年，我给他拼死了3年。杀人放火3年，咱俩脏活累活苦活全干了，该摘果子了。江源来了，老师让江源坐着，你觉得合适吗？咱俩干的是死罪啊！
是不是死罪？万海无罪，我们不是黑社会，全都是诬陷。黑社会，我们是被冤枉的。10年10个月。是死罪。要不是当年老师收留了我可能早就不知道死到什么地步。所以从那一天，我就决定，我听老师的话。老师说让我干啥，我就干啥；老师让我搞什么，我就搞什么；老师让我活出我这条命，我不害怕的。真这么觉得呀？对呀，哥，要不是我跪在老师脚下，你能留下来吗？来人啊！有人偷煤！好，别打了！我错了，让你错，我错了，我现在知道错了，晚了。打人！家在哪儿？我没家。为什么没家？我爸死了，我妈也不知道去哪了。行了，别跟他废话了，送派出所去吧，打电话。没听见吗？老师，我们留下他吧。留下他？他是小偷，你留他吗？老师，我管着他，我保证，他以后再也不偷煤了。领他去洗洗。哥记在心里了。你啥意思？你是想着让我在你和老师之间选一个？你是这意思吗？就是这个意思。没开采，封条还在呢。万长，你们谁呀？甭管我谁，私自开采违法，知道不？沙楞的给我停了！不是你们谁呀？凭啥管我呀？
你们想什么工人给我抓下来！你们干什么玩意儿？我告诉你们了，我已经报警了，警察马上就到。你们不想吃牢饭就赶紧滚！大哥，大哥，哪来的不好弄啊！冷静哈，头，你来！大哥，冷静，你来，走。然后没事吧，灿？报警，我们家是偷菜。傻孩子，我能报警吗？我不说警察来，他们能走啊？都，哥，你走不走吗？你没觉得老师现在想问题不清楚吗？啊？当年我要是不把他打晕了，你把他扛走，我替他坐牢，他能有今天吗？能有这个狂山吗？太爽了！别上，快一点！慢点，慢点！喝酒以后开车状态可不一样啊！不是可疯了吗？你这没喝酒的快撵上了，超他！别走，爽不爽？老师，咋办？下车，到那边去，快点，来帮一把，把他们扶到那边去。下来，快点，快点，别讲话！住手！艺术，什么玩艺术？艺术，别哭，别哭！老师，你要干什么？你干啥呢？死人了，是要坐牢的，事儿我来扛，老我来做，我来扛。滚！你起开！把老师拉下来，快！老师，你不能走，你给我起开！走，老师，你别管了，别管，你别生气，你别管，我你疯了！老师不会怪咱们的，这事是要坐牢的，你别管了，我来扛，事儿我扛，把老师送进去，快！手机，这是我的命，等我出来，交给我。手机，快！走，让你行不行？走，快！你别怕了，开车的是我，不是你。是你撞，是你撞的，我没有撞死人，是你撞死的，不是我撞死的，我没撞死人。我出车祸了，我是替老师坐牢吗？我是替江源那个小崽子坐牢，我这样做还不够啊！
哎呀，小红啊，咱咋跟老师非得闹到这一步啊？如果咱俩要真迈出那一步，咱跟老师完了，咱也回不去了，早就回不去了。我算想明白了，咱俩在老师那儿就是条狗，咱俩做了20年忠心耿耿的狗。我要做个人，你这哪是想做人呢？这不是想做白眼狼？白眼狼咋的？白眼狼咋的？哥，你琢磨琢磨，如果考上丽江园了，老师退休了，咱俩还能在东平待下去吗？你的垃圾场，我的天龙，还有好日子过吗？这不是背叛，是为咱俩谋条活路。请问你找谁？哦，我找那个李仁俊检察长。哦，好。王玉是吧？哎，这边请。哎，你好，你，李姐。哎呀妈，这不李检吗？英雄啊！感谢你啊，为咱东平这除掉了一霸哈。哎呀妈，要没有你的话，我那集散中心早就不是我的了。那是找我是啥事儿啊？正式介绍一下啊，这位是我们东平市人民检察院李仁俊检察长，我叫关文博，您是万川储运集团的原总经理王玉，对吧？对呀。哎，不是你们还这录像干啥呀？弄那么正式，这不案子都已经结了吗？都，这是我们的必要程序。哪个案子？还能哪个案子？这万海涉黑案吗？今天叫你来啊，主要是想聊一聊，你跟天龙集团的人有来往吗？天龙集团有啊，那不法务总监程子健吗？那不你妹夫吗？啊，你们挺熟啊？算是吧，这做生意嘛，一来二去肯定就熟了呀。再说了，在咱东平，要是不知道陈子健跟李检这关系的，那在咱东平咋混呢？是不是？说说你们来往的情况吧。啊，什么来往情况？不就做生意吗？他来谈我来卖，怎么这还犯事儿啊？什么时候的事儿？哎呀，那挺多年了，3年了。那个时候3年前啊，集散中心的老板不是万海吗？他不找正主，为什么找你啊？那不我管这个集散中心业务这块，我不熟吗？收购不就是个买卖吗？钱合适不就行？哎，这个集散中心是万海把你关起来打到你同意低价卖给他，那你为什么还要给他打工呢？不是，你啥意思呀？我帮你捋捋吧。第一个。
个举报万海是黑社会的是你，提供万海涉黑证据的是你，没错吧？出庭作证的也是你，万海被宣判之后获利最大的还是你。现在集散中心又回到你的手里，事实俱在。这儿是检察院，没有理由平白无故的为什么会叫你来？我们已经非常清楚，这事儿你一个人干不了，系统里有人帮你，中间有人牵线，有人出钱，有人出力。所以王玉叫你来，就是希望你把事情说清楚。这是个机会，但机会过去就过去了，你要等我们查出来，可就不是坐在这儿像这样聊天了，明白？明白啥呀？你们想干啥呀？啊，跟咱录个像，干啥呀？翻案呐？哎，我是举报人，我举报这黑社会了，你们就这么对待举报人呢？反咬我一口啊？咬谁呢？我说李检，你敢说万海他不是黑社会吗？有证据吗？有证据，你就留我在这儿。王玉，没证据我走了啊！这是在检察院，注意你的态度。你检察院咋的？你检察院怎么的？是不是得有证据说话？你有吗？拜拜，能走不？王玉，拜拜。杨波到，周怀义到，田八照到，李平到，熊二强，周维勤到，我们准备下矿。好。啊，跟我走。来，咱们这小心点啊。后边跟上，后边跟上。
事了。孙军，赶紧发给蒋队，通知他赶紧出发，要不然就来不及了，快！我是胡云。 曹，曹，出事儿了！曹，醒醒醒醒，出事儿了！我这谁呀？我，大爷，升降灌笼掉下去了，下矿拉工人那个升降灌笼掉下去了。咋掉下去？我也不知道咋掉下去的。有人吗？有人，有15、16个呢。 那他妈救人呢！哎呀，你先冷静，你听我说，我已经报警了，警察马上就来。那也得救人啊！冷静啊，冷静！听你大爷说了，你是法人代表，出了人命的话你要担责的，弄不好你要蹲大牢的。我已经通知瓦工了，往这儿赶，这儿有我俩的，你走你的，再不走，警察来你就走不了了。现在你赶紧走，赶紧走。 哎，等等，走小路，千万别走大路。快走啊！就在上面，快！小金，报到空中中心，到现场了。头子，杨静，全队到现场。啊！跟上。来这边，来这边，这边！警察同志，快跟这边！警察同志，快！协助抢救伤员，小心人家，把负责人找出来。是。控制中心，呼叫120，迅速来现场，快！快，兄弟们！
这些忙的一直没时间问你，那个房子退了吗？长大想学什么呀？学法律，当检察官。任俊呀，哎，你儿子说长大要学法律，当检察官啊啊！对的，咱不能学那个啊！你看你爸回到家了，还满脑门子官司呢。跟姑姑学，当记者。来，心事重重的，有事儿？哎，也没啥事儿，就是这两天有点懵，老想起刚进市院的时候，那时候吧，就立下志向要当检察长。10几年过去了，这愿望终于实现了，心里反而空落落的。太紧张了，过一阵就好了。小姨，开饭了。好，来，请入座。来，上座。一坐在这长10岁。孩子呢？谁让您是家长呢？其实咱一家人在一块儿吃个饭就行，你不用搞这些名头。那怎么行？你现在都升为李检察长了，你又不能出去跟那些同事们聚餐，咱自己在家还不能好好庆祝了？这生活需要仪式感，懂不懂？是不是，检察长夫人？你少来。不过咱们一家人确实好久没聚了。小姨，您发个言，咱们就让我发言。他老说我官话套话是吧？我今天是来蹭饭的。那个任俊，你说2句吧。大都西山的房子，你为什么不退啊？李仁俊，你啥意思啊你没完了是吧？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咱又不是没给钱，你怕什么呀？你们开发区主管着天龙集团，我又刚刚升职，就不能用这么低的折扣拿人家房子？你才转正几天呀，你就跟我耍官腔是吧？子健，你说这个价格是单独给我的吗？当然不是啊，嫂子。蓝书记，哥，这就是一个降价处理的尾盘，谁买都是这个价格。你听见了没有？别人买也是一样的，凭什么不能是我？别人都能买，就咱们不能买，凭什么呀？任俊说的对，谁都可以买，你不能买。小姨，哎，咱吃饭嘛，这不是让你说2句，你说什么不好说这个？你又不懂，你别插嘴。什么我不懂啊？气氛都给你搞坏了。来，我们喝一杯。来，嫂子不生气啊，嫂子。来，哥。怎么回事？这烦人。喂。来多少人？来了30人。矿井里面什么情况？现在是灌楼调研。里头有多少人？现在了解情况是15人。你们救护车来了多少？目前来了5辆，不够，再调。好的，继续。矿长呢？矿长现在正在帮着处理。去帮他跑。哎，绳索人顺着绳索能下去，绳索也下不去。怎么回事？这个矿，你就疯了吗？偷着去。哎，王书记来了。王书记，王书记，现场在哪里？在上面。现场伤亡情况怎么样？报告书记，万川矿业第18号矿井的升降灌龙年久失修，刹车失灵导致坠落，现在15个人在底下，伤亡情况不是很清楚，但是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展开救援了。明白。肇事已经修好了，灌龙已经拉上来了。那矿井呢？有没有安全风险？我们已经查过了，除了升降灌龙，其他地方都安全。法定代表人呢？法定代表人正在寻找，赶紧找到之后，马上控制起来。好的，要不惜一切代价把人救出来。
疏散出快速救援通道。小心，小心！医院这边提前做好预案，保障伤员第一时间得到救治。严勇同志，展开救援的同时，立刻组织各部门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，第一时间掌握线索和证据，要尽快确定事故的责任。是，刘毅同志，你负责伤员的救治和转移，好，做好家属的安抚工作。王主任，谁呀？这是矿上的副总万红，你们的法定代表人呢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领导，我救人的，下去看看。都在里面呢。别喊了，万红，不跑了。就是哎，刘主任，咋整啊？怎么回事？谁不彩蛋？咋整啊？你头这么大篓子，不能说不能你。刘主任，我现在正位于发生事故的万川矿业大门外，目前救援行动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当中。5月16日晚7点30分左右，我市开发区万川矿业发生一起严重的生产事故。据了解，此公司的10名矿工在搭乘升降灌笼准备下井作业的过程中，升降灌笼突然发生意外，失能导致坠落。目前伤亡情况仍在核实中。事故发生后，应急、公安、医疗、消防等多部门已于第一时间赶到现场，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序的开展。通过我们的画面可以看到，陆续已经有伤员被救援人员抬出。涉事矿区属于万川矿业。据了解，发生事故前，该矿区本应处于停业状态，其负责人擅自开采，组织工人违规作业。这死多少人呢？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。下面请跟随记者的镜头了解细节。喂，陈头，矿上出事了，你知道吗？喂，陈总。万超在偷采，早晚得出事。那谁干的？跟你有关系吗？管好你自己。